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记得点赞，然后按小铃铛。今天这个故事，或者是来这个病人本身来找我们的时候，应该是1年多前吧。然后我只能说，在处理这个个案的时候呢，我有点怀疑人生，因为毕竟原本的 estimation time 就是他会治好的话，大概是3到4个月这样子，比较短的一个 period。可是我们好像就是开了一个 Pandora box， 就是这个 Pandora box。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结果一开的时候，哇，什么越抄越挖越多东西出来，然后从原本的3、4个月到现在1年后，为什么要等1年后呢？是因为现在他的病情才算是完全解决，还剩下可能只有10%的一些所谓的清理，我们需要 follow up 罢了，其余的就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今天前来这里这位中间坐着的女士跟你们讲。然后左手边 again 你们可以看到穿着希腊服跟你们招手的深色调看不到脸的那个就是我的小世界。然后这整个旅程你们都超乎想象，因为如果我们讲完出来的话，听上去好像一个科幻故事，不是我平常会接到的一些个案，非常非常的特别。好吧，你这位女士来解释一下，从你还没有找到我之前，然后到后面到现在有什么区别？1年多，1年1个月。我第一次见到 Alicia 的时候，就是很无意间的去找到 Alicia 的。Then after that Alicia 就讲我需要治疗，可是我并不觉得我有病，然后他就讲我很忧郁，然后我也觉得我还好啊，因为我一向来都是这样子。后来他就讲我必须要做治疗，后来我就接触到小师姐了过后，然后我在进行到第2个星期啊，我一直都有给小师姐治疗，但是 Alicia 跟我说3、4个月就可以清理完。然后有一次小师姐去旅行，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我整个人很辛苦，就是那个眉心一直会紧缩在一起，然后整个人很忧郁很辛苦，可是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问题，就觉得心里很辛苦很紧张这样子。我打岔一下啊，当初你来找我的时候是想问什么？我都忘记了。没有问什么，就朋友要找你，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助理就联系到我，然后就心想给你随便算一下这样。随便算一下。然后呢，你知道你讲我有病，然后我也没有讲那样多啊，我就心想，哎，既然你都讲到这样，我就随便咯。哦，原来当初就是好像机缘巧合你才找到我，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问。没有，然后你就不懂怎样看我，就看到我讲我以前前几世，你就在那边摇头，就说我你就讲我好像以前就是业障很重，然后我也不懂你为什么这样讲我，可是你这样讲我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起有一个泰国的师傅也是这样子讲过我，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拎在一起哦，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你就讲我以前是自杀死的，然后是一个武技来的，然后你就形容我以前长的样子，就刚好跟我背后纹身一模一样，我就听得很可怕啊。对，因为我当时看只是他的照片，就是 selfie 罢了，而且我人在英国，所以我根本不懂他背后有一个5G 的 tattoo， 而且我形容的时候是不是好像一模一样？对，就是一模一样。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心想，哎呀，就给你去清理，就这样。但你知道过后就越来越多问题，在整个过程很辛苦。OK， 接下来呢，他会告诉你怎样辛苦法，因为我们呢脑破头脑，尤其是我，就是不只是我吧，我们全部人吧，就是参与的人，其实除了我以外，这位故事的主人公小师姐，其实还有我们的大师兄吧，在后期的时候他也有参与了，所以也非常的离奇，我让他讲吧。因为我也见过小师姐的大师兄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是有帮我看 line， 就是说他有帮我看到，他就是直接问我，你是不是16岁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想，你是不是有拿过一个泰国拜拜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想，我很确定就是16岁那年有拿过一个东西，因为当时我是很叛逆，可能我爸爸就觉得我需要一个东西来改变我，然后就当时带我见了当时的师傅，然后我就拿过一样东西，可是过后我觉得我不需要了，然后我就有把这个东西归还给那个师傅，然后他的大师兄是讲是因为我身上的这个泰国的东西融合在我身体里面了，就是跟我的业障融合在一起。后来我就一直继续的有给小师姐做清理，我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然后到后面就是你自己也有
感觉改善很多，到甚至好像连睡觉都不能睡，就可能1个星期可能睡1-2个小时，甚至吃安眠药，然后去见医生，就是你会感觉到那个身体一直有东西在对抗啊。可是你一直不能够想象它是什么东西来的，然后我讲出去也没有人相信，直到过后我就一直有跟我身边朋友讲我很辛苦很辛苦这样子。小姐也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在治疗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自认我见过这么多个案啊，这个连我自己本身都觉得有点瓦塞头。所谓瓦塞头讲出来太过虚幻了，就好像金庸的那种剧情都不敢写成这样。他应该小师姐可以跟你讲，他治疗过程里面有什么问题，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奇葩事情发生。对 So 这一位病人呢，他来的时候也是蛮好笑的，就是我问他你有什么问题，他就跟我说没有问题，然后我也是觉得奇怪，没有问题来找我干什么？可是既然他来找我 ，OK 好，我们就治疗吧。我跟他讲他问题蛮严重，可是那时候就是病人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这样我也是OK 好吧，来我们就先看看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治疗，然后治疗了过后其实是有改善的，只是这个改善是蛮柔和的，所以病人本身自己也是就是没有什么察觉到，可是他就是越来越开朗，就比他还没有治疗之前开朗啦。然后好像还刚才提到的这样，就是他终于发现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是我不在一段时间，差不多1-2个星期这样子吧，所以他就1-2个星期没有治疗，然后他就开始看到自己的变化，就是因为没有治疗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忧郁和他的那一个焦虑就开始出现，然后他就发觉到自己原来真的是有忧郁和焦虑症这样子。我回来过后我们就继续治疗了，然后把那个东西就削弱，然后压下去了。可是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他其实也是有其他的问题啦，比如说他会特别的倒霉。大概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从原本的觉得，我从第一次看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抑郁焦虑症，可是他不觉得自己有。然后过后他就开始治疗，整个过程里面呢，其实还蛮辛苦，因为他每次要找小师姐的时候，都会好像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病人他本身是一个蛮 determined 的人，就是他的决心很强，比我强。然后就是病人本身的业障其实是蛮重的，就是家族业障蛮重的。然后除此之外，因为也是他之前有去见一些师傅啊，得到一些福啊，还是那些东西，就跟他的业障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清理呢，要一一清理，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就是这里清理完了，然后那边又出问题，然后就一直要补救，然后就是慢慢清理这样子啦。然后有一段时间呢，他因为在清理的过程中，那个东西反抗，所以他也是身体出状况，就比如说不让他睡觉啊，失眠啊，就是他身体会出这些状况，因为这些东西要他停止治疗，不要再继续了，不要消灭他们嘛。可是他真的是蛮决心的啦，所以他就继续治疗，每一个星期都会坚决的治疗。说其实这真的是很看个人呐，就是他真的有那个决心要好起来，然后也相信那个过程，所以他现在真的是好了很多。对，大概有80到98%。然后我可以揭晓到底他有什么问题。来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治疗的时候，他就很倒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包括他有湿疹啊，然后晚上会觉得手脚给东西攀痒啊，再不然不能睡觉。这个整个事情已经反反复复，我们以为是最后一次给他治疗，但是又反复回来。到最后的时候，是我去年大概是12月份吧，然后我就刚好我们3个人约出来吃饭这样子，就讨论这个病例。当中我就好像有一个 message 收到说，我需要看他的问题，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他背后有一个 tattoo， 然后他只是当天我们吃完饭顺便给我看一下他后面那个 tattoo 罢了，我就看到里面有金色很幼的丝，好像那种金蝉骨啊，你们叫的。所以它的业障是什么？现在揭晓，就是这种五毒的蛊。那么
当时候我看到那个背后的 tattoo， 我就有点吓到，因为他by then已经清了差不多1年呢，为什么后面还有这样一堆东西在的？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谈判，我说你们为什么宁愿死？就是他们的意思给我知道，他们要跟我们门派的人斗到底。所谓的斗到底，就是我宁愿去死，我也不肯离开这个事主。然后我说哇，为什么这样极端？暴力我们都已经用过了，这样剩下没有什么好用了，就只能说 OK 啦，你给我看到源头吧。我们3个人坐下来打坐，就很奇怪了，就看到了他以前是一个很久远古的时候，就是不懂什么明朝、清朝哪一个年代，他是一个武技，而且他是蛮出名的，就是他的武技已经升级到去那种表演给国王看啊，当时候的不懂什么朝代的国王。然后他呢，就是美到所有男人都为他倾倒。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凡是靠近他的男人，他们都会突然意外死。猝死啊，无孔流血啦，各种各样的死法。反正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都存在。但是那些男的好像不怕死，就继续的一直去接近他。然后我看到他第一次做法，献祭自己的身体跟那种骨粘在一起的时候是很久了。然后他那种骨基本上是跟他生命联合，就是他死，那个骨也会死。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我们才明白原来他那个骨到至死都要跟我们拼下去，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在害他这一个主人公。然后他当时候爱上一个书生，就怀孕了。可是那个书生就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个感情就分开了。他当时有没有跟这个书生说他有怀孕？然后他就跑去自杀，所以是一尸两命。然后这个骨呢，生生世世这么多世轮回都跟住他。这也是为什么过后我们了解到他这一辈子也是有同样类似的东西发生，就是每一个男人朋友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他们原本有从很赚钱很有钱，都到各种各样的水，不是跑路亏钱，就是有没有死了？好像没有死了，对吧？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反正霉运走到衰。他这一个个案是我唯一101次用过我一个守护神兽，因为有一天很晚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感觉到呼吸不到，然后呢，我就派了我一个神兽，我神兽还骂我说，我只负责保护你，不参与其他人的个案，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解决。我讲 sorry bro， 我要出去外面就是party了，我现在已经 like in the bar， like can you help me out please， 下不为例 bro。然后我就想 OK 谢谢。当天晚上呢，他就整个身体感受到被虫爬，对吧？当天晚上呢，因为我已经是给小师姐清理一段时间，越接近要丢沙哥巴哥的时候就不能睡，他不能睡到很严重到我去看医生，医生都叫我不可以再吃安眠药那种。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没有丢沙哥之前，我是一直会在伸舌，皮肤一直不停的发炎，是全身。然后每一次小师姐一跟我念经的时候，那个舌就马上那个头就发起来了，很玄的东西。然后就是小师姐会拿一个鸡蛋跟我揉我的伤口嘛，她每次一念经，那个头就发起来，然后甚至她可以发到3个头。然后到我去看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他们都说不可能这个舌会这样频密发起来，直到它一念就发，一念就发，我已经习惯了，你懂吗？然后到我的脸还有身体全部都一直在发炎，然后那个身体一直是感觉是热的，然后你是 control 不到，你去看医生你也没有办法去解释，甚至到我去做 body check everything 都是讲我的身体是 OK 的，可是它就是不停的在发炎。然后我就一直去看中医西医，中医西医也是找不到一个原因啊，直到后来我一丢了沙哥巴哥，然后它再也没有发过那个舌的地方，完全就是直接断掉了。对，那个沙哥巴哥就是我们马来人讲的属于一些业障之类的东西。我们没有一个 direct translation， 是因为可以理解为业障吧。对，其实间中就是有蛮多故事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他爸爸16岁去到那个不懂什么师傅，他哪有一样东西，所以他变成有这个问题。结果就演变成呢，就是他自己之前有去过一些应该是讲排店。
就不要讲什么牌店，然后有拜过一些类似狐仙之类的，你们可以看这个照片里面，他拜出来的那个狐仙的蛋里面是这样恐怖的。然后我们以为原来是这个问题，我们又继续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完了这个问题过后，他还是有就呼吸不到，睡不到觉，那个已经是 final stage， 就是我刚好12月回到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就谈判的那个最后一个 process 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用完了暴力不能解决问题，那肯定是有什么冤屈。我就问那个我以为是不懂什么怪物缠在他的身体，我问你们到底有什么冤屈，就一次过讲完。就自从我跟他聊完，他们也愿意跟我们的护法去修行，就是我们已经谈妥了，他们就没有再回来，所以他现在也算是生活回归正道了。那个已经是最后我们要帮他解决的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并没有把他的业障自己拿来消，我们其实只是把这个业障的问题呢，可以说是从不好，就是有邪恶，因为毕竟我觉得那些蛊不是要害他们只是很久很久之前有了这个契约，然后既然砍不断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谈判的仪式。谈判了，大家双方都满意的时候，这样他们就可以放下跟我们的护法去修行。因为毕竟他也跟了这么多事了，然后这一个问题总算是 finally，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 settle， 然后再 open 那个 Pandora box second problem and third final and so on。我相信小师姐有一段时间也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在英国，他会跟我讲，你讲那个不是问题很大的那个女生病人哦，可是为什么我那一段时间也怀疑人生，到底我是不是看错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其他问题的，对吧？因为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可是我在清理过程中我以前是完全没有失眠过的，就是很照常的睡觉，然后在这段时间是一直不停的不能睡，甚至一整天可能睡根本都不到1个小时，然后每天都会有心悸，我就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心脏不好还是什么。尤其是到了要丢那个沙个的时候，我特别很辛苦，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呼吸不到，然后就一直很悲伤这样子，一直很想哭。后来那个大师兄就有跟我讲，要丢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同样的感受啦。然后我经常一直莫名身上有东西被咬，一直很像那种无名的虫咬我，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觉得是什么东西来的。然后直到Alicia 跟我讲我的身上是有蛊那种虫，我才很惊讶，就是想到我一直从以前到现在都会有那种莫名的虫咬我，然后我每次会讲，怎么会一直有虫咬我这样子的，是很奇怪的东西。然后过后小师姐也是有叫我打坐，以前在清理过程中的时候，我没打完坐我的家就有莫名的很多那种昆虫，就飞蛾啊，还是闸门啊，什么都有。我住蛮高楼的啦，然后直到我现在清理完了，就是已经丢了沙个，才不会有那些虫出现。其实小师姐这个我相信很多网民会讲就是不是我哋唔掂，然後為什麼其他師傅鼓不了嗎？揮兩下手搞掂係咪我哋唔掂？怎麼要這樣久？為什麼你從第一個問題解決到最後那個問題，而且我是 final step 的這樣子，為什麼有這個機緣要等一年1個月這樣子這麼久？係咪我哋唔掂？我會講怎麼說呢？就是這些東西都已經活了那麼久嘛，對嗎？說他的法力，他當然有自己的法力的嘛，就他也是隱藏在他的身體裡面那麼久了，就是他現在幾歲，那個東西就已經幾歲了，然後更何況你要是要講歷史的話，都已經是幾世、幾千年、幾萬年的歷史了，所以這些東西呢，有時我不知道啦，要是可能你們會覺得哇，怎麼你們1年過後才發覺到有這種問題？可是你要想這樣久的歷史，他的人也這樣大了，現在幾歲了？我們能在1年內發覺到這個東西，其實蠻快了的。這些東西一直在隱藏在他的身體裡面，真的是好像剖洋蔥這樣子，一直要慢慢剖一層一層這樣子來剖。加上其實他的 case 是比較不一樣啦，比較嚴重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啦。而
且呢，业障问题，就是他已经这么多事都每一次轮回都跟住他，同样的 scenario 一直 keep happening，就我们用了1年，可能在很多观众朋友的眼角就觉得我们很不行，所以就很菜，所以用了这么久，人家来鼓一下子搞点5分钟。可是我想讲一句啊，你的业障累生累世，就是我们用了1年，就是他从原本小时候各种各样那种不同的业障，然后他妈妈自己本身也是有精神病蛮严重，这么多年过去了，对吧？这种家族的业障，我们用了1年多除，你觉得很慢吗？我不懂啊。I mean from 我的 perspective， 我非常自豪的讲，这个才是真正治疗的时间长，就是那种1个小时挥个手搞定的骨啊，那种不叫骨 ，OK？对，其实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都有说过，就是他们去神庙啊，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这些师傅还是什么，都会跟他们说，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业障问题。然后很多师傅都会，就是不想做还是不想帮你的时候，都会说这是业障问题，他们不想干涉业障问题。可能是无能为力，就是办法不懂要用哪一个。对，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从来都不会讲你的业障问题太严重，然后我们不要帮你。其实我们都会尽力帮你。可是你看，好像我们这一个病人的病例这样子，就是他真的是自己本身很坚决的要继续治疗，然后要让自己好起来。所以其实他真的很辛苦，就是因为他的业障也是很强嘛，就是来势汹汹这样子。所以不单只是我们这里要帮他，他自己本身也是要承得住那一种压力，那一种就是折磨。因为当他要削弱和去掉这个业障的时候呢，这个业障也是在反抗，所以他就是那个受折磨的那一个人。所以就真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啦。其实这一个病人我可以说是真的很厉害啦，可以坚持到现在，我都蛮佩服的。对，他真的是没有放弃过，而且就是我们的师兄啊，本身是很少参与我们接的 case， 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他才会参与。连我的那个什么千年不用的那个什么神兽啊，我有一个神兽，就是也给我派去当1天晚上的就是 bodyguard， 我觉得他也讲过下不为例，不能乱用他，因为他只保护我。然后我觉得我们全部人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要崩溃，对吗？对，我觉得我们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虽然我没有直接就是要面对他，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还在英国，可是我还是能感受到那个压力在那边。就是为什么 ？Why？ 就是一直找答案。就是对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开始怀疑自己，可是我当然没有跟他讲，因为他其实很辛苦。我每天在他前面，我就是很正面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要坚持下去。然后我们就在后面好像一直在翻书，为什么？那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啦。然后真的是他的那个业障真的是会影响他，比如说好像我们每一次治疗，我们到现在为止真的是每一个星期治疗，然后治疗了很长时间，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会好像他明明买东西是买足这一个数目，然后会忽然间不见啊，还是找不到啊，还是我们会弄错啊，然后就好像鬼遮眼这样子，连我也会弄错，应该先加持这个东西，然后怎么搞错了，然后弄到他又更辛苦，就是种种很玄的东西，就是科学都解释不了的现象。所以那些业障问题我们做法的人，小师姐有真10多年的经验，我看过成千以上的 case， 就是连我都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也在这个病例里面不停的成长。我上次讲的幽默就是我们的知识，你们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心要去解决你那些业障很重的问题，所以其实一年已经算快了。你要想一下这个累生累世的东西，就不要贪图什么止境，然后什么给个5000块钱能够帮你消除业障，嗰啲肯定呃你錢啊。Again， 就是我回到来这里实在看不顺眼很多东西，就是业障这个东西，可能有一个比较修行高的师傅，像我们这种，到最后就是我终于找到这个业障的源头，就是从第一天开始，他献祭自己，念蛊毒这些东西，
的那一个 part 开始，其实都是缘分吧。我觉得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看到这个源头呢？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很大可能就是他，因为你要想一下，他4、5季的时候，他不是很多男人都暴毙了嘛？因为要接近他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生这个一系列的离奇死亡。可是好色的男人都应该死，我觉得，因为那些男人明明知道凡是接触到他都会死，可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命硬，所以我觉得好色男人都应该死。可是这个业障后面也蛮重一下，所以可能他就是要承受这个大概1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就是算是上天的惩罚还是怎样，所以他才可以清完，好好的忏悔，然后他才可以清完他的累生累世的这个业障，对吧？所以呢，这个整个个案其实对我来讲蛮惊讶的。这个就是我刚才开头讲的，金庸都不敢写的，尤其是古这种东西我很少看到这种从远古开始到就是你轮回都会有在你身上的。因为我一般看到的那种古呢，就是有点像 bioweapon 这样子，就是有一些细菌之类的。可是它这个是远古，所以呢，这一集非常的精彩吧，也谢谢2位就是当事人，这位女士，还有小师姐，还有我们3个人的不懈努力，加上我们的护法，我的神兽 ，OK，thanks bro，我以后都不敢再用你了，不然给骂死。就这样吧，大家就是希望从这个个案里面可以学习到一些有利的什么知识之类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业障很重的话，就不要贪图什么短时间内可以清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net， 就你一直会好像有新发现，直到你找到源头第一天开始，这个问题才算彻底的解決。So 唔係我哋唔掂，係因為事情太過複雜。好吧，你們沒有什麼要加的話，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為止啦，下個星期再收看吧，謝謝，拜拜。如今的你是不是人生很迷茫呢？快来参加我是谁线上课程，一起来探讨到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